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在宇宙中，每一个文明都是黑暗森林里的带枪的猎人，必須隱藏好自己，否則就會遭到抹殺。這是中國偉大的作家劉慈欣在《三體》裡邊構建的一套宇宙社會的生存哲學。無疑，劉慈欣是一個偉大的作家，而且呢，我認為他還是一個偉大的哲學家和預言家。如今，中國的三體照進了現實，聯合國今日規定，不許回復外星人。國際宇航科學院更新了建議。6月1號，非政府組織國際宇航科學院發布了探索地外生命相關的最新的指導文件。這份文件包含8項原則的新指導文件，是2022年到2025年間制定，並由委員會近期投票通過，旨在為個人機構其他參與尋找地外智慧生命的實體提供清晰的行動指導。最核心的一個原則說，非凡的主張需要非凡的證據，探索地外智慧生命的過程中必須對地外信號進行嚴格的審查，並由多個獨立機構使用不同的儀器或方法進行驗證。如果最終確認存在着地外智慧生命，必須立刻通知公眾、全球的科學界以及聯合國。說探索地外智慧生命的行動，向地外智慧生命發出回應，是全人類的決定，並且只能是經過國際磋商以後，特別是通過聯合國進行磋商以後才能做出決定。在此類磋商有結果之前，不應該擅自進行任何的回復。中國的偉大的作家的預言照進了現實吧，朋友們，劉慈欣真棒。不過呢，我個人的看法我說卑微的地球人類呀，你們想多了。為什麼呢？即便是宇宙遍布了智慧生命，也找不到地球。地球是在宇宙的蠻荒地帶邊緣的一顆沙粒。說沙粒還抬舉地球了，地球連個夸克都算不上。你以為外星人懶得搭理人類，只是網上玩的搞不好這就是宇宙尺度下最冰冷的現實。浩瀚宇宙明明大概率存在其他文明，為什麼從來沒人主動來找我們和我們接觸呢？先從最容易被忽略的宇宙地理位置說起，你就能明白，外星文明就算真想找，都未必能搜到我們這顆不起眼的小星球。很多人從小到大也有過這種想法，人類是地球的主宰，能建高樓、上太空、造原子彈和互聯網，怎麼看都是特殊的存在。宇宙裡的高級文明總有一天會開着酷炫飛船來建交，說不定還能帶來跨時代黑科技，幫我們直接跳過幾百年的發展。可真相剛好戳破所有幻想，別說是主動接觸，我們在宇宙裡的存在感可能比撒哈拉沙漠裡的一粒細沙還低。高級文明就算掃遍大半個宇宙，都未必能注意到這個藏在犄角旮旯的小角落。我們可以算一筆最直觀的賬，可觀測宇宙裡至少有2萬億顆星星，光是我們所在的銀河系就有2000億到4000億顆恆星，太陽只是其中一顆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黄矮星，連中等大小的恆星都算不上。至於賴以生存的地球，從來都不是什麼宇宙中心，甚至連银河系的中心都挨不上邊。太陽系只不過是銀河系獵戶座懸臂上的一個不起眼的小點，這裡的恆星密度大約是每立方光年 0.4 顆恆星，而在銀河系的中心，恆星密度達到了恐怖的每立方光年 28.9 萬顆，兩者相差了幾乎7200萬倍。換個通俗的類比，你把銀河系當成一個超級大城市，
銀星就是最繁華的市中心 ，CBD 高楼林立，人口密集，出门几步路就能碰到其他住戶。而太陽系就是離市中心幾十萬光年遠的荒郊野嶺，方圓幾十光年都找不到幾個鄰居，快遞都不送上門的那種。你平時点外賣都不會選超過3公里的店，更別說跨越大半個銀河系去找一個連信號都發不出去的小星球，說我們是銀河系裡的鄉下人，真的一點都不誇張。更扎心的是，银河系所在的拉尼亚凱亚超星系团又處在 KBC 空洞的邊緣，放到整個宇宙的尺度裡，銀河系本身又是個不折不扣的宇宙級鄉巴佬，那地球可不就是鄉巴佬裡的鄉巴佬嗎？你住在市中心，不會沒事專門開車幾百公里跑到一個連路都沒通的小山溝裡去找一個你連名字都不知道的陌生人串門，放到宇宙裡也是一樣的道理。位置篇還只是第一道門檻，更要命的是宇宙的尺度大到遠超我們所有人的想象。你平时对巨大的認知從一開始可能就錯了。我們總說地球很大，它的直徑達到了12742公里，就算坐最快的民航飛機環繞地球一圈也要40多個小時。很多人活了一輩子連地球的一個角都沒走完。我們也總說太陽很大，它的直徑有139.2萬公里，能裝下130萬個地球。就算開着現在的火箭從地球飛到太陽表面都要飛好幾個月。還有我們的太陽系直徑達到了1光年，光都要走1整年才能橫跨太陽系，靠走路或者開車可能幾十輩子都走不出太陽系的範圍。可這些我們眼裡的巨大放到宇宙的尺度裡連一個零頭都算不上。我們所在的銀河系直徑有10萬光年，光走1秒鐘就能繞地球7圈半。就算你能跟上光的速度，橫穿整個银河系也要10萬年，比我們人類的文明史還要長好幾倍。銀河系、仙女座星系和周邊其他星系組成的本星系群直徑達到了1000萬光年。這時候銀河系在本星系群裡已經變成了一個幾乎看不見的小點，而本星系群又隸屬於更大的室女座超星系團，它由約100個星系群與星系團組成，覆蓋直徑高達 1.1 億光年的區域，呈扁平薄餅狀結構，其中心區域距離地球約6000萬光年。這時候你再找銀河系都得拿放大鏡仔細找才能看到。在這之上還有由10萬個星系組成的拉尼亞凱亞超星系團，其直徑更是達到了恐怖的 5.2 億光年，是銀河系所從屬的最大範圍的星系團。可它也只是可觀測宇宙上的一個超級節點而已。這些超星系團被宇宙的大尺度纖維結構連在一起，共同構成了我們認知裡的宇宙。這樣的尺度下，別說是銀河系了，整個拉尼亞凱亞超星系團都只是一塊微小的節點，更別說我們現在能看到的所有星空都只是可觀測宇宙的範圍。它的直徑約930億光年，而根據科學家估算，不可觀測宇宙的直徑下限為23萬億光年。也許在可觀測宇宙之外還有無數片宇宙，無數維度，無數和我們完全不一樣的物理法則。我們現在連太陽系都沒能力走出去，就像一個一輩子沒出過村子的人蹲在自家院子裡，卻試圖去了解整個世界的全貌，本身就有點不切實際。兩個文明之間隔了幾十萬甚至幾百萬光年的距離，別說過來接觸了，就算是發個信號，對方收到都要幾十萬年，黃花菜都涼了，誰會費那個勁？除了位置偏、距離遠，還有一個更扎心的原因，我們人類的文明等級實在是太低了，低到根本入不了高級文明的眼。1964年，蘇聯天文学家尼古拉·卡爾达舍夫通過能源利用能力將文明劃分為3個等級。1型文明能完全利用行星全部的能量，可以主宰整個世界能源的總和。風雨、地震、火山这些自然災害在1型文明眼裡都能被輕易控制，整個行星的資源都能被隨意調配。2型文明能完全利用恆星能量，他們可能會造出戴森球，把整個恆星包裹起來，完全吸收並利用這個恆星的所有能量，相當於把一顆恆星當成了自己的專屬電池。3型文明就更誇張了，可以控制整個星系的能源，整個銀河系的所有恆星、行星都能被他們當成資源來使用。文明的足跡會踏遍整個星系的每一個角落，而在這個等級劃分裡，我們人類文明僅僅處於 0.73 級。別說造戴森球了，我們甚至連火箭都還要燒化學燃料，飛一次近地軌道都要消耗幾百噸的燃料，想要飛到最近的比鄰星都要花幾萬年的時間。這 0.27 級的差距看起來好像不大，可實際上相當於從原始人鑽木取火到現在能建核電站、上太空的差距，我們可能還要花上幾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時間才能摸到1型文明的门檻。
咱們換個角度想，要是你是一個已經发展到2型甚至3型的高級文明，按照我們現在的狀態會是什麼感覺？就像你走在森林裡，看到一群猴子拿着石头敲坚果，還在那琢磨怎么把石头扔得更遠，你会不會蹲下來跟猴子詳細解釋怎麼造手機，怎麼建互聯網？肯定不會啊！你們的認知差了好幾個層級，根本聊不到一塊去。搞不好你還怕教的太多，這群猴子轉頭把自己給炸沒了，還不如遠遠觀察，讓他們自己慢慢發展。或許在宇宙文明的數據庫裡，我們早就被標記為幼年文明，不適合接觸，只能被隔離觀察，人家壓根就沒想過要和我們對話。最後還有一個最現實的原因，就算高級文明能找到我們，能跨越大半個宇宙過來，他們也完全沒必要了呀，這筆買賣怎麼算都虧。我們習慣以為外星文明會來探訪、交流，甚至搶資源，但從宇宙經濟學角度講，星系之間距離過於遙遠，星際旅行耗能恐怖，再加上文明的壽命可能有限，來搶地球這種宇宙級的香不勞，回報率幾乎為零。咱們再舉個通俗的例子，你是一個身家千億的上市公司老板，你會不會專門花幾百萬買私人飞機票，花幾個月的時間跑到南極的一個企鵝聚居地，去搶企鵝手裡的幾條魚？那幾條魚的價值連你路費的零頭都夠不上，完全是賠本到姥姥家的買賣，对吧？放到宇宙裡也是一樣，要是有高级文明能實現跨星际旅行，他們的能源利用水平早就到了我們無法想象的地步。什麼資源不能自己合成，犯得着跑這麼遠來搶地球上的這點鐵、這點水？而且我們要面對一個殘酷的事實，對於更高等級文明來說，人類文明積累了幾千年的知識含量，可能遠低於他們的觀測價值。不是外星人懶得理我們，而是他們根本沒把我們列入對話名單，連搭理我們的必要都沒有。這些擺在台面上的事實，剛好戳中了很多人對宇宙和外星文明的認知誤區。第一種最常見的誤區，就是默認人類是宇宙中的特殊存在，篤定高級文明一定會主動造訪，甚至主動提供技術支持。這種認知本質上是把地球作為人類家園的特殊性強行套到了宇宙尺度上，忽略了我們從恆星到星系再到超星系團的层层邊緣位置，也低估了宇宙尺度的誇張程度。就像住在偏遠山溝裡的村民默認一線城市的大老板會主動上門談合作一樣，本質上是对自身位置和分量的誤判。第二種常見誤區，就是總擔心外星文明會來搶奪地球的資源。這種焦慮其實是用人類現階段的資源需求邏輯去推演高等級文明的行為模式。我們眼裡珍貴的水資源、礦產資源，在能實現跨星際旅行的文明眼裡，完全是可以通過技術隨意合成的普通物資，跨越幾十萬光年過來搶奪的成本是這些資源價值的上億倍，根本不符合最基本的投入產出邏輯。還有一種流傳很廣的陰謀論誤區，要麼說人類是被外星文明圈養的試驗品，要麼說我們的宇宙是虛擬程序，其實完全是把簡單問題複雜化。就像你不會每天蹲在地上觀察一群螞蟻的生活，特意給螞蟻造一個人工蟻巢做試驗一樣。高等級文明根本沒必要為了低到可以忽略的觀測價值，花大成本去搭建什麼圈養系統或者虛擬宇宙。所有的沒接觸，本質上就是沒注意到，或者注意到了也覺得沒必要浪費時間而已。把這些事實和誤區理清楚，我們就能得到一個非常明確的核心結論。現階段外星文明不接觸人類，非但不是什麼壞事，反而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最優狀態。第一個支撐這個結論的分論點是，這種被忽略的處境給了人類足夠安全的發展窗口，避免了跨文明接觸的未知風險。我們人類自己的歷史上，發達文明遇到落後文明的時候是什麼下場不用多說。要是真有能跨星際旅行的高級文明主動找上門，很難保證他們是带着善意來的，搞不好人家過来直接就把我們的星球占了，把我們當成低等生物處理，我们连反抗的機會都沒有。現在這種沒人搭理的狀態，反而讓我們能安安穩穩的從 0.73 級往1型、2型文明爬，不用擔心被外來文明干擾。第二個支撐的分論點是，與其把精力放在猜測外星文明為什麼不來找我們，不如先埋頭提升自身的文明等級。等我們有能力飛出太陽系，有了和其他文明對等對話的資本，就算人家不來找我們，我們也能主動去找他們，看看那些住在宇宙市中心的高級文明到底是不是真的像我們想的那樣对我們不屑一顧。畢竟比起等待別人主动搭理，自己變強之後主動敲開別人的門才是更有底氣的事。其實反過來想，如果整個宇宙裡真的只有我們人類這一支文明，那才是真正讓人後背發涼的事。
整個直徑至少23萬億光年的宇宙裡，只有我们这一群智慧生命。所有的文明演化，所有的科技探索，所有的喜怒哀樂，都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就像茫茫黑夜裡唯一的一盏燈，連個說話的對象都沒有，那種深入骨髓的孤獨感，比外星人懶得理我們要可怕10000倍。說到這裡，其實有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想問問大家，如果現在給你一個可以向全宇宙發射人類文明信號的按鈕，你會選擇按下發射鍵主動暴露位置，還是選擇繼續隱藏人類的蹤跡，安安穩穩發展自身的科技呢？各位朋友，你們同意我的觀點嗎？你如果收到了外星文明的信號的時候，你會做出回答嗎？還是說要隱藏好自己，苟着過日子呢？你是葉文潔嗎？點個訂閱，咱們下期再聊。